婆婆偏心弟弟弟媳，可她得了癌症后，他们从未来医院探望。我和老公悉心照料，忙前忙后，瘦了10几斤。婆婆去世前递给我一张银行卡，这里面10万是给你们的，家里的房子门面都给阿辉。我气得胸闷，婆婆怎么到现在还偏心他们？可当我拿着银行卡去取钱时，银行柜员的话却让我直接傻眼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春节回乡看望婆婆，儿子和侄儿在客厅抢玩具起了争执。婆婆听到声音后，立马从在厨房里跑了出来。她一把将儿子手中的玩具抢过去，生气道：“强强，你怎么还和弟弟抢玩具？弟弟还小，你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吗？不知道让着他点吗？”我当时在旁边刷手机，听到她说这句话，一下子就刺激到我的神经。婆婆一贯偏心小叔子，连带着也偏疼侄子超明。我立马起身走到婆婆的面前解释：“妈，这玩具是我买给强强的，2个孩子起争执都有错，你怎么能偏袒超明呢？你这样太宠着他了，不怕他走他爸爸的老路吗？”小叔子阿辉一直在家游手好闲，每份正经的工作妥妥的啃老族。这时小叔子走过来，一把夺过玩具摔在了地上。“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们不想来可以不来，我没有请你们来，不高兴你们就走。妈，你别拦着他们。”我没想到他会听到。往常这个时间点，他不在游戏厅，就是在麻将馆。老公也来客厅了，他笑着开口：“怎么了？一家人团聚，怎么吵了起来？都别生气。阿辉，你怎么能赶你哥哥嫂子走呢？”阿辉鼓着腮帮子，用手指着我大骂：“还不是这个女人，就知道挑唆我们一家子的关系。哥哥你可以来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。”老公听了这话有些生气：“你指谁呢？她是你嫂子。慧慧，我们走。”这个气不受了，老公拉着我就走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不再与阿辉联系，可是婆婆却常常打来电话。看在她的面子上，兄弟俩才渐渐缓和了关系。婆婆对阿辉的偏心，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就发现了端倪。我和老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，我们俩有许多共同话题，没多久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第一次上她家的时候，婆婆做了一大桌的饭菜。这时候我注意到了老公的弟弟阿辉，他对我不怎么在意，一个人盘着腿在沙发上玩游戏。婆婆立马招呼阿辉：“阿辉呀，是哥哥的女朋友来了，你还不问候一句？”他这才抬头看了一眼，向我点了下头，然后他就继续埋头打起了游戏。婆婆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“阿辉喜欢玩游戏，你别介意呀，一会儿我们一块吃饭。”婆婆从厨房里端出最后一盘菜，欢喜道：“菜都齐了，都快上桌吃饭。慧慧，你快坐，我这就去拿碗筷。”这时候阿辉发现自己的烟抽完了，他将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戳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怎么这么快就抽完了？这烟还真废。哥，你快去帮我上外面的小超市带一包，顺便买几罐啤酒，我要配饭吃。”老公二话不说，转头就跑出去买烟了。我当时看傻了眼，愣在原地一脸蒙圈。到了晚上，我就忍不住委婉地和老公说：“你弟弟感觉在家很受宠啊。”老公叹息了一下：“阿辉从小没跟着爸妈一块生活，老妈心里愧疚，一直宠着他。他在家里就像个小皇帝。婆婆与公公是年少时候认识的，2个人都没什么文化。那个时候政策抓得严，为了生下阿辉，婆婆躲进了大山里。弟弟出生后一断奶，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
婆婆和公公则带着比较大的老公一起去城里打工，一直到弟弟阿辉上初中的时候，他们才带着积蓄回到老家生活。婆婆很能干，又有商业眼光，从城里攒下积蓄后，她就将村中心的老宅临街店铺扩建改成了一个大型超市。那时候这样的超市很少，许多人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超市买东西。婆婆经营超市颇有手腕，超市的流水每年都翻几番。弟弟没有学历，在外面找不着体面的工作，偶尔在超市里打打杂。弟弟存不住钱，脾气又大，根本找不到女朋友，还是在婆婆的安排下，花了30万彩礼才给他找了一个媳妇。弟媳来家里1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超明。婆婆一手带大的超明，每天换着花样给他做吃的，也买很多昂贵的玩具。超明从小到大的奶粉吃食到上学的学费也是婆婆在出，弟弟和弟媳就跟没事人一样，这让我感到有些嫉妒，因为他从没对我的儿子强这么好过。我记得我生大宝的时候，婆婆不过来了几天照顾我月子。有一天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慧慧呀，妈在城里住不习惯，邻居说的都是普通话，妈听不懂。乡下超市的生意还忙，妈今天订好了车票，先回去了。”我看着婴儿床上弱小的强强，自己身子还很虚弱，实在是有心无力。妈，你再帮我带几天吧，我月子还没出，阿明的公司最近要赶业绩，我一个人应付不来。婆婆为难地说：“可是超市离了，我怕转不开。你知道阿辉那小子成天吊儿郎当的，算账都会出错。你要是没钱，妈回头给你转钱，去请个月嫂吧。”我见他在城里待不住，也不再挽留，把头撇了过去。那行，妈，你路上注意安全，到家了给阿明打个电话。他转身提起行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看样子很是迫不及待。我拖着虚弱的身子，一边带娃，一边洗衣做饭，没几天坚持不住，只好拨通电话，把自己的母亲请了过来。母亲见我脸色苍白，心里很心疼，她关切地问：“慧慧呀，你还没出月子，怎么家婆就走了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沉默不语。接着母亲就去厨房帮我把一堆的碗筷给洗了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又去市场给我买了一只老母鸡，炖鸡汤给我喝。我喝着妈妈递过来的鸡汤，委屈地掉下了大滴大滴的泪水。为了让我好好休息，夜里都是她帮我带着娃的，若是没有母亲，我那阵子肯定会抑郁的。好在老公十分体恤我，每天下了班就会帮忙把家里的家务事都给做了。大宝强强也十分乖巧，从不闹人。有了这次的经验，我才敢生下小宝。生小宝的可是遭了大难，那时候母亲也生病了，还要家里的哥哥嫂子照顾，我哪里敢再叫他过来操劳，只能给乡下的婆婆打去电话。婆婆确实来了几天，可她一直放心不下超市的经营，又是匆匆走了。我哭着向老公抱怨，怎么阿辉生孩子他就全程照顾，到了我们这里他就像走过场一样，你和阿辉都是他的儿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厚此薄彼呢？老公把我抱在怀里，安慰道：“妈妈住不惯城里，他不照顾就算了，我去找阿姨照顾你，他们照顾你不比妈专业多了。今年的房贷先找朋友借钱垫上，我再努力努力，你别伤心了。”我把脑袋埋进老公的怀里，伤心地哭了。老公见我这个样子，抽了根烟，长长的叹出一口气。我气得直往老公的胸口捶了几下，道：“为什么老妈对阿辉那么好，到了我这里他就选择当甩手掌柜？
你为啥是个不受宠的大儿子？”说到这里，老公的脸上流出了2行热泪。老公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跟着爸妈从城里回来，一切都变了。每次有好吃的都要我让着弟弟先吃，有好玩的也不让我和弟弟抢。对我说的最多的话也是要照顾弟弟。他还会一个人偷偷带阿辉去公园玩。阿辉每次回来就会炫耀自己刚买的玩具。我听老公这样说，瞬间觉得自己受到的委屈似乎也算不上什么。我愧疚地一把抱住老公，他哭得像个孩子。我将他的后背抚了又抚，却抚不平他心中的伤口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老公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点大学，而阿辉没念完高中就辍学打工了。阿辉不上班，但老妈每个月给他发零花钱。而我和老公在大城市打拼，不仅要自己带娃做饭，每个月还要从2个人的工资里省出一笔还房贷的钱。后来公公得了疾病去世了，婆婆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，也无心经营超市。她将铺面重新装修，改成3间店铺分别出租，让弟弟靠着租金过活。她从来没想过在经济上帮衬着老公。有一次，婆婆春节的时候得了重感冒，医生嘱咐她要卧床休息，我和老公就承担起了家里的1日3餐。看见弟弟弟媳每日不是翘起脚在看电视，就是在打麻将，我们却像个仆人似的忙前忙后，我就很生气。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：“阿辉呀，你没事也来搭把手。”弟弟不经意地看了一眼，轻轻撂下了一句话：“都是些小活，就不必劳烦我了。我哥最疼我了，不会让我干的。”老公在旁边也只是憨憨一笑。婆婆在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动静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声音里带着感冒的鼻音：“慧慧，你做的饭菜最好吃了。”阿辉哪里会做菜，他自己待着就是帮最大的忙了。我有些不服气，还想继续说几句，老公见势头不对，赶紧把我拉到了一边，对我赔礼道歉：“慧慧，阿辉一直懒惯了，老妈都支持不动。你要是累了，就我来吧，你去休息休息。”见老公一直陪笑，我脱下手套，自己回屋生闷气去了。第2天，我不想让老公辛苦，就把老公拉了出去，我们自己在外面吃饭。回到家里，却看见婆婆拖着病重的身体在厨房里收拾碗筷。我一看就明白了，婆婆怕弟弟弟媳又点外卖吃，对身体不好，所以亲自下厨给他们做饭。我心里一阵酸楚，婆婆舍得我们夫妻2个忙里忙外，却不舍得自己的小儿子吃一顿外卖，感冒得这么重了，还要给他们下厨做饭。老公见此场景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可我从他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的失落。弟弟和弟媳不仅很懒，更可气的是，他们2个还十分抠门。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可到了出钱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吭声。老公每次都会因为自己是大哥，习惯性的替他们付款，他们也就习惯的享受这种福利，一点也不知道付出。有一回，我们上公园去玩，要买门票的时候，我故意拱拱老公的肩膀，让他不要着急先买。我就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出一回钱。排队轮到了我们，阿辉赶忙带着儿媳说要去洗手间，叫老公先付一下。我顿时觉得无语极了，这2口子这点钱也要省。后来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服务员问谁买单，我不吭声，也不让老公说话，餐桌上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的尴尬中。阿辉见老公不说话，咳嗽了几声，假装不经意地抬起头说：“哥，我最近房租还没收到，你先帮我付一下，我过2天给你。”最后
还是老公买了单。回到家里，我就向老公抱怨。老公虽然心里也有些不快，可毕竟他是当哥哥的，觉得这些小钱也理所当然是他出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生气道：之前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你见他们夫妻俩出过什么钱吗？老公一脸无奈地说：他们一直说老妈给了我们50万，爸爸生病的钱自然该我们出。老公一说这话，我更气了。那铺面的租金他们一直收着，加上老妈一直给他们做饭交水电费，他们又没有房贷，这些钱算在一起早就不止了。老妈一直说要把老宅留给弟弟，现在老家又发展得这么好，老宅少说也值个40万，你说谁亏？老公听了我的话，也只好摇摇头叹息道：就是这样，一家人也不必太过计较。后来婆婆3天2头就打电话告诉老公身体不舒服，老公特地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病。医生拿到化验单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他悄悄喊走老公，对他说：你母亲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，恐怕只有半年了。没想到婆婆跟了出来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她颤抖的手拉着医生的袖子，追着问：自己不过60岁，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？医生摇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：生病的原因有很多，像情志不佳、太过操劳等等，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，治疗的作用不大。婆婆听了这话，险些站不稳，老公赶紧扶着她。自从公公去世后，婆婆心情就一直不好，但她还是帮阿辉做家务带孩子。她不识字，做完晚饭后还要送超明去补习班写作业，每天几乎都是连轴转的。阿辉又经常叫一堆人来家赌博和抽烟，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我有点猜到婆婆的身体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快。虽然治疗作用不大，但老公还是想再试试。他把婆婆接到我们这来住。婆婆离开的那天，小叔笑得很开怀，早该这样了。城里的医疗技术好，对老妈的病情有帮助。自那以后，他们再也买来看过婆婆。我们夫妻都要上班，我还要每日去接送2娃，给他们辅导功课，白天还要抽空给婆婆送饭。到了夜里，老公累了一天，还要整宿的陪护。老公熬得2个眼都是乌黑的，眼眶也塌陷了下去。我心疼极了，替了老公2碗。这2个晚上，婆婆夜里疼得直叫唤，时不时要喝水、上厕所。我每次好不容易在旁边的小床上刚睡着，就听见她喊我，我不得不赶紧起床看看她有什么需要。她一会儿说肚子疼，一会儿说头疼，让我给她揉揉。我几乎1个晚上都没怎么睡过。到了第2天，因为休息不好，好几份文件都出了错，被领导给狠狠骂了一顿。回到家中，我就忍不住哭了，抱着老公委屈地说：怎么弟弟一家不过来帮忙？他们宁可在家里打麻将，也不肯过来搭把手。老妈身体好的时候，就是去那边伺候他们，等到老妈生病了，就扔给我们。怎么能这样？老公抱着我安慰了很久，说弟弟从小被娇惯怀了，就是叫他们来，他们也不可能照顾得好，到时候说不定我们还得伺候他们2口子。算了，毕竟也是自己的母亲，母亲都病成这样了，就不要计较了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陪过夜，都是老公一个人在熬。不过3个月的时光，老公的鬓角竟长出了白发，我每次看到都忍不住心疼。那天我给婆婆送饭，见婆婆背后疼痛，赶忙帮她揉揉。婆婆见我照顾得好，眼睛里闪着泪花，愧疚道：慧慧，从前妈妈忽略了你，没想到你还能对我这样好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好不容易听到一句暖心话，
心里激动得不行。婆婆是乳腺癌晚期，每日只能吊着止疼药，就是这样，她还是每天喊痛。见到她痛苦的样子，我便让医生给她多吊点药。可医生说规定不能用太多的止疼药，挂多了会有医疗事故，所以每天她一痛，我就只能给她按揉。我自己也快累得不行了，于是我试着问妈，要不你叫弟弟弟媳一起过来帮忙照顾？婆婆沉默了好一会，说：阿辉哪里会照顾人，叫他们来只会打扰我休息。慧慧啊，妈只能指望你们，你可别嫌我烦啊。阿辉怎么能这么久对您不闻不问？他实在是太不孝顺了。婆婆眼角泛出泪花，都是妈的错，妈很后悔，不该那么惯着他。我生病了，在老家疼得直叫，他们夫妻两个还嫌我吵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只有你们是真的对我好。我看着婆婆那泣不成声的样子，忍不住上前抱住了她。没关系，阿辉不来就不来的吧，还有我们呢。妈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深夜，老公去陪护回来，便泪眼汪汪地对我说：慧慧，是我对不住你，让你跟着我吃苦。医生说了，老妈撑不过3个月，我们就再坚持坚持。我看着老公哭得像小孩的样子，心一下就软了。这时候，我真想拨一通电话去骂骂乡下的弟弟弟媳，问问他们还有没有良心。但看着一脸憔悴的老公，我又忍住了。为了这个家的安宁，为了婆婆能走得安心，我只能委曲求全，不然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后面3个月，老公累得直接病倒了，我只能去联系弟弟。弟弟接到电话，很是意外：嫂子，我正在打麻将呢，有什么事吗？弟弟，你哥哥病倒了，你能过来照顾老妈几天吗？哎呀，我这边有孩子要照顾，而且最近我在研究一个大项目，你们再辛苦辛苦。你也知道我和我们家2口子哪里会照顾人，到时候没照顾好，这责任怎么担得起？好了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电话一下子就被他挂了，我连后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，我气得肺差点要炸了，咬着牙硬是把这口气给咽了下去。挂了电话，我只好让妈妈来照顾孩子。后来我每天除了送饭，还要整晚陪护，整个人精神都是恍惚的。为了照顾好婆婆，那个月我连请了好几天假，老板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怨气。有一次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阿慧，我知道你家里有事，可公司毕竟是要赚钱的，下个月你要是再这么请下去，我会考虑换个员工的。我本来就身心俱疲，再听到这样的威胁，浑身的力气都好像被抽走了一般。我躲在医院的楼梯间里，抱紧自己，默默地哭泣。这时候，护士突然大声喊我的名字：李慧，你的婆婆快不行了，你赶紧去看看。我赶忙擦干泪水，冲向婆婆的病房。这时候，婆婆两颊塌陷，用干枯的手指招我进门。她声音微弱，似乎是用尽了所有力气说道：慧慧啊，是婆婆对不起你，能被你们照顾到死是我的福气。这里是一张银行卡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里面有10万块钱，是我的心意，你拿去吧。至于老宅和门面，就留给你弟弟，他们俩没本事，要靠这个过活，你就体谅体谅吧。等我死了，把我的骨灰盒和你爸的放在一起。我泣不成声，接过婆婆手中还有余温的银行卡，心里一阵酸楚。婆婆最后冲我笑了笑，苍白的手就落了下去，合上眼睛，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我哭得满脸是泪，在生死大事面前，那些小事都变得不再重要了。我赶紧给老公打电话，让他来医院。当时，老公来到医院，看到婆婆去世时那苍白的脸，哭得泣不成声。
有句话说得好，父母在世时，我们还是小孩；父母一旦过时，我们的人生就只剩下归途。那一刻，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那股发自心底的寒凉。往昔的回忆像流水一般在我心底浇筑而过。我们初次见面时，他为我做的一桌丰盛饭菜；我生大宝时，他忙前忙后；我们买新房时，他二话不说掏出了50万首付。这些过往都还历历在目，可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老公给弟弟拨通电话，喊他来见婆婆最后一面。电话里，他的声音淡淡的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这2天就到。”放下电话，我和老公一阵沉默。去年春节，我们回乡下团聚的时候，婆婆已经病得很重了。那个时候，她还在为兄弟俩操心，嘱咐弟弟多找点正经活做，嘱咐老公要多注意休息。看着兄弟俩都在，她拉着他们的手放在一起，再三交代：若是妈过世了，2家人一定要和睦相处，互相帮忙，不能就此走散了。兄弟是除了父母妻儿以外最亲的，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相处。想不到婆婆的病情竟恶化得这样快，而阿辉这样的弟弟，我是真的不想处了。老公给阿辉商量，表示要把母亲送去乡下办葬礼。可电话那头，阿辉一听到这里，立马表示不同意。他甚至觉得母亲的遗体摆在家里太过晦气。无奈之下，我和老公只能选择在城里给母亲办葬礼。我和老公的手头并不宽裕，而电话那头，阿辉却无赖地说：“哥，你知道我手头没有存钱，你先帮我垫垫，以后还你。”老公看了看我，我气得不想说话。好在这些年我们省吃俭用，好歹能出得起这几万块钱，便也不想过多计较。弟弟阿辉带着弟媳一家3口来到了城里，他们为了省钱，便挤在了我们的小套公寓里。其实阿辉每个月光收租金就有1万多，可他们夫妻不会过日子，一收到钱就花在了麻将桌上，加上他们懒得做饭，1日3顿，不是点外卖就是在外面吃，根本存不住钱。到了我们家里，他们就像祖宗一样，不是嫌这个不好吃，就是嫌房子太小，挤得慌。我心里有气，却碍着老公的面子不发作。婆婆火化的当天，阿辉却不见了踪影。老公给他拨去电话，才知道他昨天没忍住手瘾，又跑去外面打麻将去了，还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。等我们拿着骨灰盒回来，阿辉才一脸歉意地回到家里。老公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对阿辉一顿发飙：“妈妈从小最疼你，你却在一点都没有把妈放在心上。你这次到底干什么来了？不过几天你就忍不了，现在妈妈已经火化了，你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你可以滚了。”阿辉见老公如此说话，也没好气：“你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大学，在城里上班有什么了不起，妈都已经死了，见不见有什么关系？你这破地方我还不带了。”说完这话，阿辉便带着媳妇儿子摔门走了。可婆婆的骨灰始终要带去乡下安放。过了2天，我们都回到村里面，因为和阿辉置气，我们都住在村里的宾馆里。与村里的人交谈过，才知道这些年村里发展得很快，摆放骨灰的祠堂如今要交2万块钱才能进。我和老公手头的钱都用完了，给阿辉打电话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们那么孝顺吗？这钱就你们出了，我不管了。”放下电话，老公气愤地说：“反正婆婆已经走了，以后就当没这个弟弟。”想起妈妈给的10万块钱，我赶紧跑去银行
打算把这些钱都取出来用，一个是交婆婆安置骨灰盒的钱，另一个我也打算把我们欠的房贷先交了。我将银行卡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接过银行卡，操作了一番，便告知我需要提前预约。我一脸不可思议，只是取10万块钱，为什么还要提前预约？谁知他提了提眼镜，严肃地说：“女士，您的卡里有100万存款，巨额取款是要提前预约的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以为他是搞错了。他不耐烦地说：“不信，您自己去取款机上看。”我拿走银行卡，到自动取款机上输入自己的生日秘密。没一会儿，银行卡上的数字把我给看呆了，上面的一后面竟然多出了一个0。我脑海中突然闪过婆婆临终前的画面，她慈祥的笑容原来藏有深意。我赶紧打电话喊老公过来。老公接到电话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声音都是发颤的。没一会儿，他和我一起站在取款机前，一遍遍地确认显示屏上面的数字。我们一起数了3遍，果然是6个0。这多出的一个0就好像是婆婆在天上看着我们的笑脸。原来婆婆并不是是非不明一味偏爱小儿子的人，原来她心中还是知道老公的好。得知真相的老公哭得好像一个泪人。她告诉我，婆婆从小就对她特别严厉，她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会活在弟弟的阴影下，想不到母亲心里还是知道自己的好。我想起自己陪伴在婆婆病床前的日日夜夜，顿时觉得一切都得到了圆满，心里的不平都被填满了。婆婆虽然平时是很偏心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她还是分得清楚的。她将老家的房子和门面给了弟弟和弟媳，让他们能有稳定的收入，不至于饿死，而将自己的积蓄都给了老公，让我们能在大城市里没有房贷的压力，还能轻松的生活。她到最后肯定也后悔了，后悔自己一味溺爱，将小儿子娇惯得不像个人，这才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老公。她之所以对我们说只有10万块钱，那是因为害怕弟弟阿辉会惦记这些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